说了嘛，今天是文学史。哦。我播吧，我播，你赶紧试。行。记得把鸡蛋吃了啊，别只光剥皮。哦。给你那几本书都读了吗？我正在读《另一次死亡》，就是觉得它里面有几句写的特别好，我就摘抄下来。哪几句呀？你拿说说。他孤零零的生活，没有老婆，没有朋友，他爱一切，拥有一切，但好像就是隔着玻璃一样，被隔得远远的。后来他死了，他淡淡的形象就消失了，就好像哎呦，还挺凶的嘛！哎呦，那怪不得把自己男人都吓跑。也是把儿子也吓跑了。长天，你可别学他，一天天的干什么那么不正经。哦。行了，吃鸡蛋。多吃点，只吃蛋白呀。哦，知道了。之前基础化学课上的那个氧化还原反应，你记得吗？哦，你说哪个氧化还原反应？就是维 C 和碘的那个，我怕一会儿老师会考。就是 C6H8O6 加 IR 等于 C6H6O6 加2Hi，就是维生素 C， 也就是抗坏血酸，加碘单质得到脱氢抗坏血酸加2倍的碘化氢，就是然后这个反应发生之后，深紫色的碘单质就变得完全没有颜色了，就是这么深的颜色，一下子就好像消失在水中了。同学们开始上课了啊！来啊，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分子的热运动。有同学对这个现象了解的吗？这个分子的热运动呢，最著名的现象呢，大概就是布朗运动了。这个布朗运动啊，是由一位英国的植物学家布朗发现并提出的。做布朗运动的粒子呢非常微小，直径呢约1到10纳米，在周围的液体或气体分子的碰撞下呢，产生一种涨落不定的静作用力，导致微粒的布朗运动呢，如果布朗粒子相互碰撞的机会很少，可以看成是巨大分子组成的理想气体。在重力场中达到热平衡之后，其数密度按高度的分布应遵循波尔兹曼分布。J.B. 佩兰呢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并由此相当精确地测量出了阿伏加德罗常量以及一系列与微粒有关的数据。这个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呀，人们发现分子的热运动实际上是跟温度呢密切相关的。就比如在这个墨水滴入这杯热水的时候呢，它就会迅速的
扩散，然后把整个杯子弄得浑浊。当滴入到冷水的时候呢，它就会化作一团，然后沉到杯底。有没有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呢？哎，干什么呢？啊，这个好好上课，好好上课。是因为温度啊，同学们，是因为温度。因为温度的升高呢，会让分子的运动变得激烈，因此呢，在热水中的墨水呢，相比于冷水中的墨水，会快速的跟水融合到一起。同学们啊，我知道学习的过程呢是枯燥的，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课。你们都是大学生，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氧化还原反应其实它那个反应的特点就是化合价的升降，然后根据书上来讲，它的这个反应的本质就是电子得失。一定要有一个口诀，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升失氧降得还。这个考试可能会考到。我举个例子吧，关于这个反应，就是碘和 VC 的反应，就是 C6H8O6 和 IR 它们俩的反应。因为 VC 具有很强的氧化性，所以它会把碘单质还原。这样的话，碘就从原来的0价变成了负1价，然后深紫色的碘就从原来的这个颜色变成了无色，然后 VC 那杯水里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好像消失在水中了。你以前说过一样。是吗？我都忘记了。其实这句话是出自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小说。博尔赫斯这个人真的是特别深奥、诡谲、有趣。怎么说呢？他好像跟其他作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空里。你读他写的故事的时候，就感觉他好像在刻意的去误导你。他在每个短篇小说里都建立起了一种叙述的迷宫，就让你找不到出口，而且他还特别乐此不疲。你像读他东西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作家和其他作家完全处在不同的现实里。在他这版的现实里，你可以看到无限宇宙、永恒真理、人性、理想主义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也是受我妈影响。你妈妈也喜欢博尔赫斯？她是大学文学教授。她平时就让我读好多这些作家的作品。别理他们。学习呢？带我一个。稀客呀？哎呀，这图书馆确实不是人待的地方。来干嘛的呀？不会是来学习的吧？哟，这何夫人语言太犀利。你说什么？别理他，别理他。哎，说正事儿。不给抄作业，不借复习资料。跟你说话了吗？哎呦。哥们儿，你开个价吧。哎，看这够不够？
干什么？期末考啊，期末考，你帮我和 Vicky 替考。其实也不是替考了，就考试的时候帮我们传递答案。这种事儿，我相信对你这种大学霸来说，是很容易的了。跟着点什么头啊？哎，你这个人真的是偷听别人说话。他闭嘴，不要替人家做主。你了解他吗？你就替他说不。哎，兄弟，你好好想想，你妈挣钱多辛苦，你不想知道？你知道你不想帮你妈分担分担。不是在提我。行，不提了啊！哎，何大学霸，不提就不提，不说了。你别再打扰他了，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吧。你这人怎么这么多话呀？哎，我跟你讲，这叫互利共赢 ，win-win situation， 一派胡言。不要理他，哥们儿，我跟你开个价，这个数你看行不行？多少钱都不行。哎，我看你不让他挣钱才是在害他。先别吵。好，不吵了，都听你的啊，别吵了。哎，老大，你倒是放句话呀！这有什么好犹豫的？肯定不行。你别瞎误导他行不行啊？是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你看这话写的多好，我们的未来都有无限的可能。哎，再想想啊，兄弟。你走了？溜了，哥们当骑马了呢。今晚还要陪 V 宝过个节。什么节？6月26号，禁毒日。哎呦，灿犀利的呀！今晚我 V 宝9天生日倒计时，禁毒这种事儿交给警察吧。这样的话，天天都可以过生日。其实我明天就生日。真的吗？你都没有跟我说过。不过，你可千万别替考啊！要是被抓住了，你这几年书可就白读了。我知道。你要一起吗？啊，我不替考。不是，我说过生日。抱歉。算了，没事。我一个人过习惯了。不是，我是说。Hello， 大家好呀，这里是 Vicky，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开箱视频。今天要给大家开的呢，是我这最近2周入的一些宝贝们。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是 LV 的 Palm Springs Mini， 是爸爸从悉尼带回来的。我觉得应该是挺难买的款式，所以可遇不可求，我就赶紧让爸爸拿下啦。左边，中路你在干什么？小点声。行。哎，是挺小巧的款式，所以我很喜欢。接下来呢是一个 Gucci 的围巾，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然后特别火，有没有？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它是2面的颜色，这边呢是浅驼色的，然后这一面呢是深驼色的。那个貂蝉，你把它推了呀！小声。这面呢是深驼色的，然后两边都有双 G 的标志，然后特别好看，所以喜欢的宝宝们赶紧入手吧。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迪奥的小号钱包，然后是我托朋友从 Hong Kong 给我带回来的，当时一眼就觉得特别好看，是磨砂材质的，很高级，有没有？然后接下来呢是最后一个，也是迪奥家的一个黑色的小猫跟儿。之前我本来想要入，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店里面试，然后之前去波士顿嘛，然后就碰到了，所以就赶紧试一下，
特别好看，特别喜欢，所以我就赶紧入手啦，给大家看一下。好啦，那这就是今天所有的开箱。喜欢 Vicky 视频的宝宝们，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哦。我会抽取3位宝宝在我的评论区里面送我的同款爱马仕口红。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江在人，你聋了？下次别在我开视频时候打你的破游戏。哟呵，你还跟我凶啊？我告诉你，老子在自己家，老子他妈想干嘛就干嘛，想多大声就多大声。你不愿意听，你走啊。行，走就走，你说的。哎呀，宝贝儿，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哎呀，我开玩笑的，我错了嘛。哎呀，你知道的，有的时候玩游戏上头嘛，你懂的啊，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我刚刚都说的气话。哎呀，宝贝儿，我错了，不要生气了，都开玩笑的啊。那你说，你错哪了？哎呀，宝贝儿，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了啊，说点开心的。哎，我跟你讲，咱下周那考试，哎，我跟你讲，咱有救了。现在，你还记不记得，就化学课坐2容前面那个男的？哎，就穿 polo 衫那个男的，整天泡在图书馆。我跟你讲，也不知道一天天都在干啥。哎，我感觉他就是差把图书馆的书全借过来倒着抄一遍。我看他那是没钱买新书吧，没钱还来留学，找罪受。哎呀，我的 Vivi 啊，我说你怎么就没有 get 到重点呢？哎，下次考试我们只要给他点钱，再忽悠忽悠他，考试的时候让他帮我们作弊，不就稳了吗？行吧，算你将功赎罪了。那你去哪说？哎，行，没问题，都听你的。那么落实到具体的例子上呢，我们就，老师来玩，没有关系，请进。来，同学们，我们继续哈。那么落实到具体的例子上呢，就会和我们上节课当中讲到的例子非常的相似。我们把一滴墨水滴在冷水当中，和把一滴墨水滴在热水当中的这个现象呢是会不一样的。那么有谁知道冷水当中是什么样的现象呢？有人？我知道，老师，扩散。感谢这位同学的发言。不过呢，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呢，在冷水当中，分子的运动并不会很剧烈，所以分子实际上是不会扩散的。然而在热水当中的时候呢，分子就会扩散。对的，这次是扩散啊，因为电子呢是粒子，并且电子的动量大小是一个范围值，不同的原子核束缚的电子的动量大小不同，原子核之间呢是依靠共有电子来相互束缚对方的。今天我们搞一个小测，就是关于分子热运动的。写完的同学呢可以提前下课。
哎，大哥，一会儿去哪儿？挺饱的。多少公斤？成，我们走。还帮别人贴考呢，自己考试都照别人抄。吃口香糖吗？你给我一个口香糖，我就借你抄。那江在人给你多少，你就帮他作弊啊？哎，不要挑拨离间呐！哎，给我一个。仁哥，嗯，你要找枪手。阿荣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话呀？怎么说啊？不该问的别多问，啊！你知道为什么小明的爷爷能活到100岁吗？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知道不会多管闲事。啊，明白了，仁哥，我就当我什么都没听见。哎，回去复习去了，仁哥，明儿见，明儿见。哎，大学霸，这阿荣都开始复习了，你复习得怎么样了？还好吧？哎，可以。然后上次嘱咐你那事儿考虑怎么样了？我今天晚上再想想。哎呦，好，可以。我们晚上等你消息啊，好兄弟。你的背包挺好看的。你喜欢那玩意儿啊？谁给你发的？我看看。哎，等一下。我看看。哎，不给。哪个女的？走，去 Ace。啊？你同意了？太棒了！成天，今天怎么回事啊？鸡蛋怎么没吃啊？哦，是吗？怎么还不耐烦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吃鸡蛋，怎么就不吃呢？行了，我知道了，我待会儿吃。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啊，人们发现分子的热运动是和温度密切相关的。就好比这一滴墨水，它在滴入热中的时候呢，就会非常迅速的扩散，然后把整个容器呢弄得浑浊起来。如果滴到冷中的时候呢，它就会化作一团，下沉到底。老师，你是不是没睡醒啊？没睡醒就别来上课了。妈妈，这是为什么呢？我就是想要小金鱼，坏爸爸。妈妈，我们不要爸爸。天天，妈妈很爱爸爸，妈妈知道你也很爱爸爸，对不对？就算爸爸不让你养小金鱼，妈妈也不会不要爸爸。你看，你最近刚学书法，要不写一幅大字送给爸爸，说不定爸爸开心了，
就奖励你一条小金鱼。行，成天，好好学习啊！等你考了第1名，爸爸就送你一支万宝龙的钢笔。到时候我们成天字儿一定会越写越棒。哎，干嘛呢？还有20分钟交卷啊！还有你，自己好好写，别东张西望的。到点了，交卷。停笔，交卷。扣着放到第1排啊。耍我是吧？冷静，江哥冷静一下，这不特有意思啊！哎，不跟他什么意思啊？不是天逞强啊！他妈拿钱的时候倒是挺痛快的啊！拿钱你开始立牌坊是吧？不跟他计较，不跟他计较，冷静，跟妈一样贱！你们妈穷骨头都他妈一个样！哎，你干什么？活该你穷！你在这干嘛？我都答应我爸，这次给他考个好成绩。哎，干嘛呢？你们让他帮你们作弊，你们还有理了？少在这多管闲事，把嘴闭了。我是监考老师，我就是管这事儿的，不算多管闲事儿。走。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没事吧？哦，没事。同学，把我钢笔还给我。哦。老师，这个钢笔是您的呀？之前睡着了，提醒你一下。谢老师。小伙子，你考试前好好休息。只要你正常发挥，已经可以做得很优秀了，啊！好，行，做好自己。你们年轻人都有无限可能。如果今天早晨和我们邂逅的都是梦境，
那么我们2个人中间的每一个都认为做梦的是他自己。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让地儿打我们人哥了。与此同时，我们的责任显然是接受梦境，正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宇宙，承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用眼睛看东西，能呼吸一样。逐渐醒来并不是悲惨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我对这次邂逅思考了很多，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邂逅是确有其事，但是另一个人是在梦中和我谈话，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时同他谈话，因此回忆起这件事就使我烦恼。另一个人梦见了我，但是梦见的不真切。现在我明白，他梦见了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昨天的人已经不是今天的人。我们的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我们喜欢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不过那都是我们想象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阳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水的流逝。每一个人都是对方漫画式的仿制品。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平白无故的。我们2人兴趣各异，读过的书又不同。我明白我们不可能互相理解，因为我们不能正视现实。情况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说服和争论都是白费力气，因为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我要成为我自己。我突然又记起了科尔律治的一个奇想：有人做梦去天国走了一遭，天国给了他一枝花作为证据。他醒来时，那枝花居然还在。哦，这是梦的证据。零落的雨和着风，潮湿的眼睛已朦胧，小径分岔的